2024最新末日题材的灾难大片生存惊悚来袭，女孩在和男友视频时发现件奇怪的事，她感觉对方那头天空的闪电实在过于频繁，可还没等反应过来怎么回事，视频就因信号丢失而彻底中断。正在海上夜游的她连忙将状况告知了家人，而此时父亲也听到海面上好像有动静，赶紧走到船边查看情况，随即便看到大量鲸鱼成群结队的向陆地方向游去。他见状安慰称，可能市区即将迎来暴风雨，所以导致鲸鱼磁场紊乱，在海上迷路。但几人不知道，此时屋内指南针正疯狂乱转，下一秒其中一条鲸鱼就碰撞到了船顶，发动机也因此损坏，彻底无法启动，而信号丢失更让他们孤立无援，所幸停泊位置是在经常有船只出没的航线上。可正说着，雷达就显示有什么东西在靠近，接着众人便听到一阵越来越响的轰鸣声，他们连忙再次走到甲板查看情况，只见一颗冒着火光的石块砸在海面上，而还没等几人反应过来，就看到一颗更大更快的陨石飞速坠落，砸在了不远处。虽然雷哥不知发生了什么，但还是立马尝试着驾船逃离此处，可任凭他如何努力都无法启动游艇，而就耽误一会儿的功夫，就又有颗巨大陨石朝他们砸了过来。所幸陨石只是擦着船只滑了过去，几人见状只能赶紧先回屋躲避。可随着坠落的陨石越来越多，海面也被砸得波涛汹涌起来，渺小的他们只能穿好救生衣，在颠簸中听天由命，等海面彻底平静已是2天后的事。可此时外面的景象却更让人懵批，短短2天时间，巨量的海水竟直接消失不见，目光所及全是一望无际的干涸海床，只有甲板上的鱼虾证明他们并未出现幻觉。更绝望的是，经历灾难后，食物和水只够维持几天。小儿子阿杰见状，赶紧将气球放飞到高处，这样如果有人经过就能第一时间发现他们。而雷哥也一直尝试用电台进行求救，没想到不久后竟真得到了回应。Знаете, что случилось? 对方称是磁场反转引发的各种天灾，而阿伟则是一名海洋探测员，灾难发生时正在深海勘探。他表示，并非所有通讯系统都已瘫痪，而根据目前掌握到的消息，7天后地球磁场可能会再次发生反转，届时去往别处的海水也将倒灌回来，提醒他们尽量尝试去高处进行避险。可此时身处低洼海床的几人根本无处可躲，赶紧询问能否去他那进行躲避。但这次阿伟听后却没有回应。安娜明白对方心有顾虑，连忙表示自己是医生，发生紧急情况他可以出手治疗，肯定不会拖对方后腿。思虑良久后，阿伟终于将坐标告知，而那个位置距他们大概230公里，徒步情况下就算全速前进也得5天。时间紧迫的几人立马开始收拾东西，可就在即将出发时，雷哥却看到有一人一犬从远处走了过来。看着对方步履蹒跚的身影，他连忙拿着水壶迎了过去，边走还边热情地做起自我介绍。可男人听后却没任何表示，只是警惕地盯着他手上的水壶。雷哥见状也没多想，只以为对方长时间没喝水太过饥渴，却没注意到男人手中的自制肠道。只见其接过水壶大口畅饮起来，接着在喝饱后二话不说一拳将雷哥击倒，随即捡起长刀一击刺穿了他的身体。毫无防备的雷哥直接惨死在当场，并且男人也没打算放过安娜，提着长刀就朝他追了过去。所幸这一枪只是划伤了肩膀，安娜赶紧回屋将门反锁，然后连忙让2个孩子躲进储藏柜里，并将信号枪交给他们，称如果被发现就立即开枪，最后才拿着刀迅速躲进了厕所。而此时男人也终于将大门破坏，接着疯狂地在屋内翻找起来。安娜紧张得不敢发出任何声响，但因空间太小，很快对方就找到了厕所，却发现此处竟空无一人。原来他趁机从破损的洞口钻了出去，此时就在下方的视野盲区躲避对方的追杀。可就在搜索无果的男人疑惑之际，安娜却倒霉地碰到了在外面蹲守的野狗，吼叫声立马吸引了男人注意，可野狗却没等主人直接扑了上去，他一发狠瞬间用刀子将其捅死。等男人出来时，只看到躺在地上的尸体。此时安娜已悄悄绕到了侧面，接着奋力地再次爬回游艇，物资和孩子都在此处，让他不能逃跑。可就在准备偷偷将孩子接走时，男人却突然出现一拳将其打倒，随即直接骑到他身上，准备将安娜活活掐死。危机一幕让躲在暗处的凯西再也忍不住，直接掀开盖子举枪瞄准。男人没想到此处竟还有人，下一秒他便被信号弹直接轰飞了出去，4溅的火花瞬间将屋内点燃。安娜赶紧拿着物资逃离了此处，而走后不久，燃烧的游艇便被彻底引爆。此时阿杰正难受的埋头痛哭，他认为是自己挂的气球才引来了对方。安娜虽然也无比伤心，但还是强忍悲痛安慰儿子振作起来，只因接下来还有很长的坎坷要走。而几人不知道的是，男人竟也在爆炸前逃离了游艇。所幸时间紧迫的他们并未耽误行程，始终马不停蹄朝坐标位置进发，直至看到远处有架失事的飞机残骸才决定停下。疲惫的几人打算在此处休整一番，再继续进发。很快时间来到深夜，睡醒的凯西悄悄起身去上厕所，却没发现有道人影已从身后慢慢逼近。但就在即将惨遭毒手时，安娜却突然从暗中窜出，狠辣出手，一刀将男人直接捅死在当场。就算对方彻底死透都没停手，直到女儿从身后抱住他，才让其逐渐冷静。原来白天四处瞭望时，安娜就用望远镜看到了对方的身影。
但为了不让孩子担心，才没讲出来。大仇得报的他此刻只剩一个愿望，那就是将孩子们安全送至目的地。可在准备离去时，几人却惊恐地发现，男人的尸体只经历了一夜便面目全非，仿佛是被某种东西撕咬过一般。这表明附近还有比歹徒更可怕的存在。安娜不敢停留，立马出发离开此处。可在烈日灼烤下，很快最后一瓶水也被消耗一空。强烈的饥渴让阿杰再也坚持不住，直接把头埋进水洼里牛饮起来。二人见状连忙上前阻止，海水不但只会让他越喝越渴，污水里的大量细菌甚至还会使其生病。安娜知道再这么下去不是办法，索性走出不远就看到大量被卷到此处的座椅，他们赶紧将散落的座椅收集起来，接着将其拼接在一起，这样就能借此躲避烈日的照射。几人就这么顺利地待到了太阳落山。可就在此时，安娜却听到远处好像有动静，她连忙走到外面四处张望起来，随即终于知道那食人怪物到底是什么。她赶紧跑回去叫醒还在熟睡的孩子，领着二人奋力狂奔逃离此地。可那东西却紧追不舍，并且速度更快，一望无际的平地让他们根本无处可逃，索性翻过山头便看到远处有个沉没的货轮，他们连忙朝那里赶去。正在收拾物资的工人看到后立马警惕起来，可随即便看到身后那更可怕的东西，直接不顾安娜几人的呼救跑进集装箱，任凭他们如何呼喊也不开门。没办法，几人只能爬向高处尽力躲避。原来那怪物竟是群类似螃蟹的生物。殿后的安娜小腿直接被咬了一口，而更多的则顺着破损的洞口钻进了集装箱。工人们见状连忙开枪射击，但很快便弹夹清空，被蟹群所吞没。他们的死也让几人逃过一劫。安娜赶紧边听着那瘆人的啃食声边包扎伤口，随即等蟹群彻底退去后，才下来检视工人留下的武器和食物。很快她便发现此处还有个对讲机，连忙调整频道呼叫起阿伟。阿伟听后解释称，这群节肢生物居住在海洋深处的岩壁缝隙中，海水并未卷走它们，但却带走了它们的食物，饥饿下才疯狂出动狩猎一切能看到的东西。并且阿伟还带来个惊人的消息，海水回流的时间比预计的更早，他们得马上赶到自己这边。可之前在逃亡时，安娜不慎将地图遗失，此刻虽然已距阿伟那不远，但几人根本不知该往哪个方向走。阿伟听后立马发射了一枚信号弹，他们见状连忙朝指引的方向进发。很快远处的深海探测器便出现在视野中，但路上却必须经过一片蟹群栖息的岩壁，几人只能小心翼翼，尽量不发出声响。可就在即将走出去时，岩壁却突然抖动起来，下一秒大量碎石就从上方滚落。安娜见状连忙将两个孩子推了出去，但她自己却直接被困在了此处。随即大量窸窣声便从身后传来，她明白那肯定是受到惊扰的蟹群。外面的凯西也瞬间反应过来，立马拉上依旧不愿离去的弟弟，打算先跑过去寻找大人求援。可走近后才发现阿伟早已身受重伤，自身难保的他根本无法前去救人。凯西当机立断，赶紧往回跑。此时安娜已跟蟹群激战起来，但庞大的数量很快便让子弹耗尽。所幸危机时刻凯西及时赶到，终于有惊无险地将母亲给拉了上去，但受惊的蟹群却在身后紧追不舍。阿杰连忙掏出手枪进行掩护，慌乱中几人已顾不上昏迷的阿伟，下一秒他就被追上来的蟹群所吞没，而他们自己也被这群生物彻底包围。几人只能迅速钻进探测器内躲避，但这么下去探测器也顶不了多长时间。而就在此时，他们却看到更加恐怖的一幕，只见消失的海水竟在此刻倒灌了回来。安娜连忙让孩子们回到座位系好安全带，下一秒百米巨浪便席卷地拍了过来，无助的他们只能在心中不停祈祷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几人终于苏醒。幸运的是，探测器成功顶住了那股巨压，但安娜并未兴奋，而是快速查看起窗外情况。如果身处海底的话，他们仍要被困死在此。庆幸的是，这次几人终于被卷回到陆地，但看着眼前满目疮痍的城市，安娜意识到他们将要面对的是比灾难更加恐怖的人性。